又见面了，给你个机会，让我们看看传说中的面具侠到底是人是鬼。把他的枪下了。 你不是挺能打吗？来，打我呀，打我呀！同志，身手不错呀。别急，咱们还有2场嘛，看看谁往里跳。谁啊？滚！ 哎，
这支药注入到他的体内。小核桃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服从命令。你一直都没事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错了，我确实被小白鼠咬过，我确实也中了幽灵号的病毒。可是后来我痊愈了，这说明你们的幽灵号并不是战无不胜、坚不可摧，你们彻底失败了。给我闭嘴！我要杀了你！把这两只全部都毁掉，不能让人再害人。说谎！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师姐没有失败，我不可能失败。我是石川秀吉，我是惊人的药物最好的、最一流的专家。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你说呀你！啊！你是在说谎，一定在说谎！小白道，让人！乔乔。この石川秀吉失敗するはずはない。いつまでも。想不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撤，撤！快！快走！快这边，走！
主帅还不退后！放了雪瑶，怎么可能？这里面躺着我的女人，我要用你的女人给她陪葬。你的妻儿是你自己害死的，还有封家上上下下38口人命。今天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这些死去的冤魂跟你讨一个公道。冤？谁不冤？我跟玉玲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你。我戴上面具成为现在的样子，也是因为你。冤吗？去救雪瑶！呀！你服用了102号。是啊，我给自己注射了。还有什么事儿比杀了你更重要？无药可救呀！
亲自交给面具侠的。冯小姐就在这里看着你们。你们都是我姐夫的兵，见兵不如见主帅。小小姐，快帮我解开。龙锁已经疯了，你们要跟着他一起爆棚吗？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没用啊！他被幽灵2号控制了，感觉不到疼痛，必须打死他。就凭你，还想杀了我？别开玩笑！前锋，看我把你3刀6刀不放！剑上有毒，还是我赢了。
学艺不精。媳妇儿，水寒冰。面具好重。媳妇儿，杀了我！剑上有毒，我不想沦为杀人工具。我是面具侠吗？死也要死的帅一点。你现在已经摘掉面具，你不是面具侠，你就是风泽耀，你是混蛋风泽耀。混蛋总是可以活1000年的，风泽耀，你不会有事儿的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媳妇儿，我爱你。我不爱你。我知道，风泽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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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你会陪着我，你会一辈子陪着我的，风泽耀，你给我醒过来，我让你立刻给我醒过来，你听到了吗？风泽耀，风泽耀，啊！风泽耀。
你真的不需要吗？吃下去，吃下去，你就不痛苦了。彼女に幽霊1号。分量は周回量の最大限。3条資料によると彼女は幸福に感応し、体健全のため薬を飲ませた後、大量な心筋剤を注薬べき。薬物反応が強いほど防ぐため。はい。让他们让开。都 OK。他们都已经服了药了，就算出去也是废人一个。里面的犯人暴动了，你们赶紧支援！给我进去！快，都进去！都进去！快点，快点！你怎么回来了？进去啊！哎呀，哎呦，我肚子疼！有纸吗？你快去吧。
打其他地方没用，他的痛觉中枢跟他的神经通路已经被破坏了，感觉不到疼痛，必须打死他才行。袈裟。走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安定性。どうすれば安定性高められるの？先生、行きましょうよ。サンプルが上がれた。行かないと危ないから。1個データを持ってきなさい。先生、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知道。先去拿资料。方圆30里，给我搜！是，老子。
终于甩掉那些猪尾巴了。看样子，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。你怎么会？望着水寒冰远去的背影，丰泽耀终于松了口气。利用那只指南针，水寒冰便可安全回到丰家。此时的丰泽耀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。他戴上面具，成为面具侠，是为了保护水寒冰，并助他实现理想。今晚，他终于做到了。但丰泽耀很清醒，经过这一仗，敌人那边也必定加强防范，今后的对决会更加凶险。可不论如何，他下定决心，一定会陪在水寒冰身边，直到将日本人的阴谋彻底粉碎。对于这晚发生的一切，龙佐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。他努力回忆，仔细梳理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幕幕画面。让他难以理解的是，木头计划只有冯国辉、川岛英子以及自己在内的极少数人知道。难道是内鬼？结合今天面具侠劫走战俘的情形，再与奉天面具侠掩护同伴的情形联系起来，龙索不得不再次对某两人产生怀疑。报告队长，方圆30里都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滚！都安全了吗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外边看着战俘呢，我又不会杀人，你让我进来挨枪子啊？那战俘呢？全都跑了。你们这里边又是枪又是炮的，都吓得四散而逃。我一个人哪够啊？都没抓回来。龙佐，这么大个事儿，冯司令非弄死咱俩不行。我说，要不咱们就汇报，就说这帮战俘全都死了。石川教授，你还记得袭击你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吗？安定性。ポイントは安定性。合成比率をちゃんと調整したのに、一体どこに問題あったのかね。安定性。ポイントはやっぱり安定性だな。完了，吓傻了！龙佐，你赶紧想想怎么跟冯司令还有川岛阁家汇报这件事儿吧。你真想让你脑袋上多一个大窟窿？半天，一把火都烧灭，绝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标本全死光了。石川教授需要新的实验室，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，隐秘、安全。这我知道。关键是，你们研制的这个幽灵1号药效到底？标本为什么全部暴动，死的一个不剩？还剩下一个。剩下了一个，
老子花了这么多银子，只剩下一个。龙锁呢？他不是负责这次押运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老子一枪毙了他。我让他护送石川教授和标本先行离开。龙锁固然有责任，可罪魁祸首却不是他。暴动恰恰证明了标本战斗力的强大，这是石川教授的成功，也是幽灵计划的成功。不管怎么着，你倒是有话说呀。药物的研制难免会有牺牲，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。不过司令放心，下一步石川教授会继续加强药物的稳定性，司令的光复大计指日可待。最好如此。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，我疯豹子从来没干过。眼睛弯一些，鼻子挺点儿，嘴巴抿着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你确定这就是冒充033号木头的闯入者？是，我确定是他。药，快把药给我，快给我药！快给我药！是时候跟他算一笔总账。金雪瑶，千真万确。金雪瑶就是水寒冰，是革命党。上次在丰满堂购药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他的动静不对，他的目标似乎一直都在石川教授的身上。他有可能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实验了。他不惜让史如烟活活送死都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说不定就是为了寻找实验的相关证据。冯司令，这一次我们必须将他拿下，请您立刻派兵同我前去抓捕。你立刻带人去。甭给我惹祸，对他客气点。知道了。金雪瑶，出来！龙队长，直接冲进去。哇！哟，这玩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呢！哎，你们把枪都放下！把枪都放下！对一个 lady 一定要客气一点，别吓着他啊！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？雪瑶小姐，你来看看这张画像，画的像谁呀？哎，这画的不是我媳妇儿吗？啊，川岛阁下，你们为我媳妇儿做了一幅画，这也太像了，简直传神！与其说是这画画的传神，倒不如说是雪瑶小姐你演的入神。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耍把式偷天换日，雪瑶小姐，你这戏演的也太过火了点儿。川岛阁下，您这中文学的也太不地道了。哎，说了这么半天，我愣是没听懂啊。拿着。我换句更简单一点的说吧，昨天傍晚到子时，你人在哪里？我在屋里啊。不对吧，雪瑶小姐？我看你应该是在和平医院。
那是你认为的，实际上我就在屋里，我在默戏呢，困了就睡了。哎，是你们来的时候才把我吵醒的。你们这大晚上来是没事找事儿吧？撒谎！对，雪瑶小姐，昨天晚上你一直没有在房间里。雨晴，你想好了再说话。他说的没错，金雪瑶确实不在房间。那个好玩了。昨天在和平医院门口，我俩遇见了，然后相公就带着你进去，结果你一个晚上都没回来。夜里我还让雨晴去给你送参茶，你还是没有回来，说什么默戏的鬼话，唬谁呀？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，雪瑶小姐？侄媳妇儿，我就奇怪了，自从我进了封家，你就天天跟我作对。哎，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呀？就算你要除掉我这个眼中钉，也不用演这么烂的一出吧？分明是你在说假话，我们家小姐说的句句属实，我都可以作证。废话，你不帮她能帮我呀？对了，雨晴，你好像是有前科的，你凭什么作证啊？雪瑶小姐，我看你还是跟我走一趟吧。只要你能够跟我说清楚昨天傍晚你在干些什么，我保证对你以礼相待。可是你要是说不出来个因为所以，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的这番中国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带走。等等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他知道什么情况了？我们俩的事儿是瞒不住了，就招了吧。闭嘴！川岛阁下和雪瑶小姐的事情，你没有资格掺和。你们站着。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干了有辱门楣的事儿，差点害了雪瑶小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，昨天雪瑶小姐从下午到晚上，确实不在屋里。我给她下了迷魂药，她一直就睡在我和平医院的办公室里。她躺在床上，我搂着她，我。你个败家的玩意儿！我操！老爷，这个败家子你！这下真好玩了。现在让你闭嘴！你给他下迷药干嘛呀？那能干什么呀？干了什么了？没来得及干什么。哎，我不是跟龙队长去运押战俘了吗？后来监狱里还暴动了，这龙队长都知道啊。再后来我就……你什么？我又回到了和平医院，去看看他，他还昏迷着呢。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是，龙队长，当时您不是在气头上吗？我哪敢说实话？你看，就我这个怂样，我上街上去追革命党都差点摔死，那亡命暴徒我怎么敢追呢？哎，我爹是最了解我的，我这一辈子把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，丢人！同道中人，司令也经常说我呀，这辈子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了。给我管好你的嘴！那么，方少爷，你怎么确定你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雪瑶小姐还在昏迷着呢？对啊。那我就好奇了，你给她用的是什么药啊？能够昏迷那么长的时间？啊，我这个药可厉害了，要不您试试？没事儿。所以呢，一个被迷昏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你们要找的人呢？
小姐，混蛋！你还不快把你的媳妇儿追回来！爹，我媳妇儿不是在这儿吗？行了，我要睡觉。川岛阁下，看来又让二位白跑一趟了。后会有期，风少爷。不送。把地下那个王八蛋给我拖走。当丰泽要告诉你他失踪的那几个钟头是去追战俘的时候，你有问过他追踪的路线和去过的地方吗？当时的情况很混乱。一个聪明人的漏洞往往只有一瞬间，你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他的漏洞，穷追猛打，等你再想问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想到该如何弥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白白错失这个指认金雪瑶的良机吗？04号标本已经完全受到药物控制，绝对不会撒谎的。所以说，潜进牢房的人一定是金雪瑶，或者说，是化身为金雪瑶的水寒冰。所以撒谎的是丰泽耀。他应该在到达实验基地之前就已经知道雪瑶潜进了战俘中，所以才会执意跟过去。等到标本暴动的时候，趁机化身为面具侠。返回实验基地救走了金雪瑶，然后他连续撒了2个谎，目的就是为了跟金雪瑶脱身。所以丰泽耀就是面具侠，而金雪瑶就是水寒冰。这是我们的推测。要想证明这2点，必须要找到更加直接的证据，比如说那个被调包的033号标本林如燕，又或者说，我们可以从他们身边的人找出他们身份的漏洞。身边的人。你可以想想看，丰泽耀今晚此举，谁最受伤？明白了。小姐，买酒去。小姐，你别喝了，你再这么喝下去，明天会更难受的。你也不听我的话了是吗？雨晴，我想喝酒。啊，好吧。丰泽耀，你看你把我变成什么样，你都不会担心吗？都没有想过要出来找我。相公，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天任务搞砸了，被我爹骂了，是不是？汪汪汪汪汪！你是不是这样摇着尾巴让我爹原谅你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这杯酒，我请你。同是天涯沦落人。谁跟你同是天涯沦落人？我，冯玉玲，冯国辉的女儿，冯家少奶奶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卖友求荣的3姓家奴，你是我爹养在身边的一条狗。怎么了？
今天在封家没讨着便宜，想在我这儿讨着，是吧？不是，封少奶奶，我就是看不惯封少爷欺负你。欺负我怎么了？欺负我他也是我相公，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。龙锁，你想挑拨我和我相公的关系，想落着好，做。不服气是吧？不服气你倒是争点气呀！为什么要加入辫子军？因为你害怕，你怕死。龙锁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就是奴才的命。永远被我爹踩在脚底下。放开！放开！懦夫、无耻、没用的东西。今天晚上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，听到没有？小姐，龙锁他这么对你，你都能原谅他，你不会是喜欢他吧？放屁！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死！哼！我是怕相公听到什么风声，我不想给他任何休了我的机会。我宣布一件事情。昨晚我彻夜未眠，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封家的家训是讲究规矩，重视德行。我本以为我教养的儿子定会是一个践行家训的人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年来他是越来越发糊涂，做了许多出格乃至辱门楣的事情。昨日他竟冒着天大的胆子，对雪瑶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。为人之父，我深感汗颜，丢人，丢人！把我老小的脸我都丢尽了。为了弥补雪瑶小姐的损失，今晨我跟夫人商量，我决定由犬子丰泽耀娶雪瑶小姐为妻，与玉玲二妻并重。真的吗，爹？你同意我娶雪瑶了？太好了！封老板，我没损失什么，不用他负责任。雪瑶小姐，对不住你了啊！我知道你一直对犬子怀有怨怼，但是眼下要保住名节为上。等你们结婚以后，慢慢再收拾他。封老板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为什么不必了呀？昨天不是他把你们晕了吗？丰泽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爹，迎娶雪瑶，我肯定是100个愿意。丰泽耀，丰泽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冯玉玲既然进了封家，就没打算出去，更不会让任何一个女人进来。所以你少拿那些话来激我。我冯玉玲这辈子跟你还有你死磕到底。
怪那个丰泽耀，说什么给我下了迷魂药，跟我有了肌肤之亲。丰老爷是个守旧之人，偏要让他娶我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已经给金王爷去了信，让金王爷出面拒绝他。丰泽耀口不择言固然讨厌，可也多亏了他这番话，才打发掉了川岛英子和龙锁。他为什么要帮你？说实话，我也很纳闷儿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把我当成水寒冰了，他要英雄救美。那你想过没有，那段时间他究竟干嘛去了？按他所说，他去追战俘了。他已经被他另外一个谎言给推翻了，所以那个理由可能是真的，可能真的是假的。那依您所看，他去干什么了呢？上一次你去奉天，他也去了。这一次又帮你做时间上的证人。面具侠曾经说过，他是为了一个女人才戴上面具的。水寒冰这个女人，同样也是丰泽耀心头永远的伤。这些，也不单单是把这些组合起来看。我不敢肯定地说，丰泽耀那天究竟干嘛去了，但是我总觉得丰泽耀不像他表现的那么简单，你要留意他。海明，还有，临河那边就实验基地的实验情况写一份详细报告上来，包括地理位置、规模、内部设施，还有实验进程。其他的都不是问题，但是具体位置，那天我去的时候被蒙上了眼睛，回来的时候是天黑，还有人在追踪，一路上跌跌撞撞的，恐怕现在回忆起来。我明白，就些你记得的，剩下的慢慢补充，尽力而为嘛。好。告诉你们，雪瑶小姐得了花柳病。花柳病知不知道？都知道吧？对，是很脏很脏的，会传染，还会死人的。所以等一会儿她来了，我真的要跑远一点啊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大家忙着呢。哎，都躲着我干什么？哎，跑着吧，怕我会不会死啊？你这是干什么你啊？雪瑶小姐，您呐还是求求老爷去吧，老爷医术精湛呐，也许他能把你的花柳病治好，那也说不定的。什么花柳病啊？谁有花柳病？不说你有花柳病吗？谁说我有花柳病？怎么样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我这来来去去都蒙着眼罩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如果不能重返实验基地，找到实验资料，公布证据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戳穿川岛英子和冯司令的阴谋。你别着急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单青，这茶是少奶奶让送的，少奶奶人其实不错的。哦，放这儿了，你走。我记得那天是从和平医院门口出发的，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半的时间。到了之后天已经黑了。少爷，这是少奶奶亲手栽培的君子兰，放您这儿了。放我这儿干什么呀？
见花如见人，放您这儿啊，你就多看少奶奶一眼。少奶奶人呀特别好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说你到那时已经天黑了。哦，对。天黑之后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上泉院又出现了。如果按这样来推算的话，我到达那个地点，应该是傍晚6点钟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从和平医院到实验基地的路程差不多是1个半小时。如果卡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来计算的话，那么，少爷，算了。这是不是少奶奶让送的？是。这是你的。这是你的。这些都给你，你台词最多，今天表现特别好，谢谢少奶奶打赏。祝少爷少奶奶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从今天起啊，你们每个人都去疯子耀的房间说一句我的好话，我就不信了。哼，还不能给他洗脑，还得去狐狸精不可。相哥，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都站着干什么？没活干啊？冯玉玲，你无聊不无聊？啊？非要把下人们也扯进来吗？他们每天出出进进，在我面前我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很多重要事要做的。重要的事儿啊？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计划着把你个姑娘再迷晕，是不是？我要你管啊！你吼我！我告诉你，我风铃不是从小到大让人吼大的。你，冯玉玲，又来一个！雨晴，这是什么？小姐，这好像是厨房的馊水。你不是爱往别人身上泼馊水吗？今天我也让你感受一下被泼馊水的滋味。怎么着？不好受，想哭吧？那就给我长点记性。还有你，别以为本姑娘天天笑呵呵的就好欺负，以后再让我发现你们乱嚼舌根，满清10大酷刑伺候，不信你们就试试。媳妇儿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川岛阁下，我查过了，暂时还没有林如烟的下落。他们比我想象的快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新的实验基地正在改建，在此之前，咱们必须尽快找到证据，证实雪瑶的身份，并且揪出那个如影随形的面具侠，彻底解除后顾之忧。那我派人去跟踪冯子耀和金雪瑶。要想让他们露出马脚，派人跟踪是没有用的。你要让他们窝里斗，自乱阵脚，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。龙所愿听川岛阁下差遣。今天晚上让他们过来一趟。是。经过苗河谷的提点，静下心来的水寒冰兀自犯着嘀咕：那个身手矫健、英勇不凡，每当危难关头必定出手相助的面具侠，怎么能跟丰泽耀这个孱弱少爷相提并论？但似乎又有什么不对。那天晚上，
面具侠离开他后，留下了一枚指南针。这东西在滨江县普通人手上并不多见，倒是丰泽耀确实常爱捯饬这类机械物品。难道真的是他？丰泽耀的当众胡言，究竟是痴情男子的英雄救美，还是知晓一切的面具侠在为自己做掩护？水寒冰疑惑了。